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美食老王子李有才，我又来了，来看看今天咱们要做什么好吃的。在烹饪之前，先来纠正一下大部分厨师都会犯的一个错误。网络上或者现实中，很多人都以为这就是里脊肉，其实不是，这只能算是外脊。由于大部分饭店做糖醋里脊、锅包肉等这类菜品时，本该用里脊的却用了外脊代替，久而久之，学徒甚至厨师都以为这就是里脊，其实这才是里脊。一头猪身上只有2条里脊，位于猪脊椎骨内侧，呈长条状。今天咱们用的是1条的一半，因为里脊肉特别嫩，所以不必过于遵守横切竖切的原则。首先去除里脊肉表面的白色筋膜，然后让里脊肉滚动起来，先切成厚片，再切成条。把里脊肉条放在水中稍抓洗一下，然后把其放在水中浸泡10分钟以上备用。酒店操作中甚至要在流水状态下一直冲泡半小时以上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泡出肉类内部的血水，使其味道回正。然后把泡好的肉条倒在漏勺中，使用蛮力挤去肉条内部残留的血水。把肉条放在祖传大铝盆中开始腌制，加入老抽适量上色，水适量，白糖一丢丢，盐大半汤匙，胡椒粉少许，然后稍抓拌一下。肉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吸水变得膨胀起来。其实烹饪的原理是相通的，如果我们仔细回想一下，可能会发现，无论是酱制鱼片还是肉类，打入适量的水，会使其口感变得滑嫩。炒蛋蒸蛋时加水，也是为了使鸡蛋的口感变得更嫩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刚才加了那么多水，全部吸收进去了。然后我们再加入鸡蛋清1个，给其初步上浆并增加其嫩滑度，稍搅拌一下。加入土豆淀粉1勺半，进行最后的定浆和锁水。土豆淀粉增加了肉条的粘性，后期烹饪时肉条不易滑散开。我们加点色来油增加其滑度，当然了，其还有隔绝空气、防止肉条氧化的作用。然后我们再把蒜苗切成段，大红椒切成丝，水果萝卜切成丝备用。开始烹饪。首先我们把锅烧热，锅烧热后加入适量油滑锅，倒出滑锅的油不用，加入比平常炒菜稍多一点的色拉油。热锅但并不是凉油，因为凉油并不能使肉条上的浆糊化，容易造成脱浆现象。所以我们给油温升至2-3成热时，下入肉条滑一下，滑成这样就行了。把滑好的肉条倒入漏勺沥油备用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很滑，用手轻轻一掐就断掉，这说明很嫩，切其内部无血丝。再次把锅烧热，锅烧热后加入猪油适量，在油温烧热时，下入姜片、蒜片、葱段、干辣椒，稀里糊涂炒一下，炒出料头的香味后，下入萝卜丝，直接大火爆炒，大约90秒后，萝卜丝的水汽和燥辣被炒出后，开始调味，加入盐半汤匙、生抽少许、料酒少许，继续翻炒。当萝卜丝被炒至8成熟时，下入红椒丝，加入蚝油少许，稍扒拉几下。此时我们可以闻到萝卜丝的香味已经挥发在空气中了。下入肉条、大蒜苗，大火扒拉几下，淋入少许芝麻油即可出锅，搞定了。一日三餐记得按时吃饭。在酒店操作中，可以把肉条改为肉丝，外形上看起来会更美观密集一点，但是我感觉肉条吃起来会更过瘾。视频中的这个水果萝卜并不水果，炒了半天都没出水，所以如果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时，可以在烹饪时给入少许水，避免翻锅不及时造成糊锅现象。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，喜欢的可以点击关注、转发、评论。大家喜欢吃什么菜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你喜欢吃什么我就做什么。这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